能，我绝不会犯这种错误的。邱主任，您听我解释好吗？我真的不可能注射青霉素，我注射的只能是利多卡因，一定是搞错了。我求您，您再帮我调查一下。那你别说了，只有你给陆中和进行过注射，他现在青霉素过敏，他正在抢救，不是你是谁？我是按照遗嘱打的，一定是搞错了。我求求您，您再查一查吧。邱主任，邱主任，病人抢救无效，已经死亡。哥哥怕。看在你是烈属的份上，院里应该不会开除你。你的问题我们会再研究的。先送他回家吧，让他冷静一下。张姐，主任，走吧，张姐。我真的没有打青霉素，我打的只能是利多卡因，我真的没有打错，我真的没有，真的不是我打的，我求您再调查一下。我真的没有打错，我没有害死人，我真的没有打错，打的是利多卡因。Owen, are you up? Yeah, I'm showering. Come down for breakfast. That luggage is going to take a while to pass the customs. You'd better go early. All right. You know you sound just like Mom. I'll cut it out. Just hurry up. Got it.
刘姐，陆大夫呢？开业抬到2点，屋里睡着呢。哦，陆大夫，对不起，把您吵醒了。怎么了？陆大夫，急诊陈大夫找你。他又搞不定了。哎，今天不是陈少聪值班啊？他不是来值班的。那他来干嘛？您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我知道我喝多了，我知道我喝多了，我知道我还得上班，我不能回家，回家我就起不来了。你别老扶我，你扶我干嘛呀？我让你扶轮床，扶轮床。你先趴上来，你先趴上来。扶轮床。哎，你摔着了。扶我干嘛？你扶轮床。陆晨曦呢？陆晨曦怎么还不来？陈大夫，你爬上来。还不来呢？我来。1、2、3，抽你！站好。红的白的？啤的。几瓶啊？5瓶。哎呀，生理盐水加纳洛酮，这家伙没脸留在观察室，办公室补液啊！哎呦，晨曦啊！哎，还是你最了解我，知道我脸皮薄。你薄吗你？晨曦啊！我跟你说，急诊就需要你这样有魄力的汉子，那过床的时候比我好多了。说吧，这回什么情况啊？人家甩你，你甩人家呀？和平分手。说人话。人家甩我。从大3开始，一失恋就是这一出。有点新鲜了。这次就是新鲜的，这次面还没见就把我拉黑了。早上7点钟叫他起床，检查他的血液酒精含量，不达标不准上班。知道了。我刚才打呼了吗？爸，你忍一忍啊！我问过了，一会儿到咱们。你喝口水来。大姐，水在哪儿打的？后边有个水杯。我打点水就回来了。
拿把手，帮我抬一下。对不起，让一下。来了，把病人放平。爸，还是帮我爸送急诊吧。让一让，快点把病人送急诊吧。快点打开去，可能已经窒息了。你马上去急诊，叫大夫过来。好。爸，还是帮我爸送急诊吧。啊！病人面色已经发干，等送急诊来不及了。哎，太太起来，把胸口放在我的腿上。咳出来。使劲儿。爸。来，大夫了。缓过来了。爸。没事了。爸。第1床的术后失血还没纠正，给2个单位的洗涤红细胞。好的。2床为什么还在用前列腺儿？那个是赶紧停了。是。3床昨天输血。谁开的遗嘱？我。副主任和主治医生都忙去吧，其他人留下。患者大咖血，4分钟前发生窒息，清理呼吸道后窒息解除，预估出血量超过400毫升。好的，谢谢。打电话给胸外陆晨曦，必须要他亲自下来。好，谢谢。是家属特别要求的，他们觉得老人体虚，怕术后恢复不好，就想输点血补补身体。楚大夫，这个是治疗用血，不是商店里的鱼翅燕窝，你想买有钱就能买。他们家有义务献血证，这次用了咱们医院的血，还保证找人去血站献血，把指标还回来。你的意思是，给不给病人输血的标准是要看家属能不能把血还回来？咱们科最近有不少新进临床实习的学生，还有来进修的医生。那我就再强调一遍：第一，我市临床用血非常紧张，血制品要用在必须要用的病人身上。第二，现在的技术还不能够100%的确保血液里不含有未知病毒，要杜绝非必要输血。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病人，术中出血多少毫升？术前术后血红蛋白定量多少？我那天上了4台，而且还有个病人化疗。术中出血不到100毫升，血红蛋白130克每升。我没有要求你把每个病人的每个数据都背下来，但是你开血单的时候核对过病历吗？这个病人有必要输血吗？我请示了杨主任，杨主任同意了。哦，杨主任，杨主任是看着病历，让你给一个没有任何输血指征、术中出血不到100毫升的病人开输血单啊？喂，哦，好，知道了。陆大夫，急诊叫您会诊。每年进修的名额就这么多，不合格的进来了，合格的就进不来。珍惜吧。患者男性65岁，大开血出血量超过400毫升，6分钟前发生过窒息，清理血块解除窒息后再次出血。对。有喀血史和检查病历吗？心率血压多少？垂体后叶素给多久了呢？确认出血原因啊！哎呀！我的车，你在跑，我还进入迟到来了。我马上来啊！哎呦，对不起，我帮你弄好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怎么拼啊？你赔。
我爸爸在病房拼了好几天都是你给弄坏了。别嚷嚷，你小声点，我这不是给你拼了吗？这是什么？你到底会不会啊？你怎么这么笨啊？你真的是个大夫吗？大夫就得会拼这个呀，大夫是做手术的。你告诉我呀，你告诉我哪儿是哪儿，我这拼啊，是这样吗？这个，这，好像缺点什么。这是乐高的10242吗？我有个一样的。哎，这是车门儿，这个是引擎盖。叔叔，你拼的比我爸爸快多了。耐心等一会儿啊，叔叔马上给你拼好。先让医生姐去工作好不好？好，去吧，看路。多谢。要是少什么零件的话，让他父母到科室找我。谢谢。上班了，血液酒精浓度达标了吗？8小时前测的0.15，这个是病人2分钟前的血气。知道了。大夫，我爸胸疼、咳嗽这病大半年了，也时好时坏了。开始啊，我带他在我们那小医院啊也看过，开了点药，但最近咳嗽严重了，想带他到大城市来看看。没想到今天刚到医院就咳血了。基点 CT 已经做了。这个。左肺这片脓腔坏死面积可不小啊，你觉得呢？可以确诊是肺脓肿引起的喀血，必须手术。手术？现在不是不吐了吗？不吐是暂时的，病因没有得到根治，准备手术吧。哎，陆大夫，陆大夫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现在有台手术马上要做，给他输血补液，等他生命体征基本维持稳定以后，我给他做根治术，让他们叫阿金签字。不是你等等，这个人是外地的，公费医疗关系不在我们这儿，可能会有点麻烦。再说了，你们胸外有床吗？我们胸外什么时候有床等病人啊？就这种情况，你让他回家等啊。干活去。这台64拍螺旋 CT 坏的可真不是时候，可是修理费用太高了。费用再高也得修，本来数量就不够，你再不修好这台，病人排队的时间就太长了。好的。最近有3个国外专家要来我院交流，要不要约个时间大家认识一下？这种事你安排吧，开个座谈会，不要吃饭。好。副院长、刘院长、刘老师，你们先到会议室等我，我马上就来。好。怎么了，傅老师？我又犯错了。你申报讣告的材料我看过了，临床成绩足够好，论文也写得不错，就是篇幅太少了。你抓紧时间，把去年胸外伤急救手术过一遍，找个点再写2篇。哎呀，那种没话找话说的文章我没工夫写，我这台下了，还有加台，这急诊又收了个大喀血，晚上那台肺癌也不能拖了。那别的大夫怎么能够哗哗哗的出论文呢？哗哗用的好啊，当然哗哗哗哗了，那都是注了水的。
东拼西凑的凑偏数，有意义吗？凡是手术做不好，只会出这种注水文章的，都应该回院重修去，年数就按文章数来。你胡扯什么？扯了吗？事实嘛。我给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跟同事关系要搞好，批副高职称的时候就有这一条。你一大早的为输血的事儿，就跟别人过不去啊？不就是个进修医生吗？哇塞，这事儿传的也太快了吧！我能对他怎么着啊？那是杨帆留着准备老牛吃嫩草的，我哪敢啊？嘴上有把门的吗？大家都这么说，又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说。我声明啊，我可没欺负他，是他自己的水平达不到我们的要求，杨帆一直护着他。科里的主治谁看不出来啊？人家都看出来了，人家都说了吗？要你跳出来说，杨帆毕竟是你们科主任。我们科主任上个月一次自己的普通门诊都没出，择期手术4台，2台报社的关系，2台药物公司的关系，凡是没有研究价值、没有宣传价值的手术都推了，您知道吗？13号床病人他自己要求输血的，我还请示过您，您当时也说要尊重病人的意愿。可是陆大夫，他凭什么认定是我纵容病人输血的？陆大夫是傅伯文院长的弟子，还在美国著名的胸外科专家史蒂夫医生组学习过胸部微创手术，手术水平极高的，除了副院长，他谁都不看在眼里。我知道我是找医院来进修的，水平不行，但是我本来就是来学习的，我也做好了给上级大夫骂的准备。可是陆大夫说话，他说话太损了，就好像想赶我走一样。小楚啊，如果你觉得在那个组待得不开心，换个组好了。杨主任，早上好。你不要管别人，把自己的职称先拿下来。你现在管一个病区呢，手下好几个副主任医师，你自己连个副高职称都没有，这时间长了太不合适。谁能干谁干，谁让他们干不了呢？谁说没人能干得了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知道庄树要来，签了2年。庄树，加州大学医疗中心的欧文庄啊。上个星期敲定的，昨天晚上坐飞机回来了，说是今天一大早就来上班。他来了，你在胸外年轻专家当中，临床上可不能说没有对手了。对手？您可别抬举我了，傅老师。我进修的时候，老师们一提起华裔外科医生，一定会提到他。在美国就没看见活的，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哎，我记得您不是邀请他来交流过吗？他一直没有回音。这次是杨帆联系的，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说动庄树的。要说待遇高，还能高过加州大学医疗中心的待遇？不可能啊！哎呀，别想了，
总之是好事儿。总之，你不要再找任何借口，跟同事关系要搞好，今年要把职称拿下来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有手术要上，干活了，傅老师，拜拜。副院长，你好。陆大夫对夏级大夫一向严厉，有点情绪化。你是来进修的新人，不管他说的对还是不对，总归是你的上司。忍忍吧，啊！我知道了，杨主任。好，你去吧。京城一别，有20多年了吧？28年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！当年的毛头小子，现在成了胸外科的大专家了。您可别这么说。当年如果没有秦老师和您，我可能活不到今天。现在我终于回来了。而秦老师已经不在了。他这是人好福薄呀。当年你出国之后，他每周还去福利院帮忙。刚才那个小楚，就是在那会儿认识的。楚大夫是个孤儿？不是，他的情况跟楠楠很像。小时候被人贩子拐卖过，幸好后来解救了，送到了福利院，父母也找到了。哦，他还是很幸运的。楠楠还是没有消息。过去了这么多年，当年的线索都湮灭了，谈何容易？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说。谢谢杨主任。你这次答应我回来，恐怕不仅仅是为了就职和寻亲吧？您是不希望我查吗？你人都在这儿了，我希不希望有用吗？我的妹妹因此失踪，母亲因此而死。您说呢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知道这件事儿的人还在背的，没剩几个了。准确的说，只剩他一个。喂，杨主任，那个大卡血病人家属不肯签字手术啊，您下来看一下吧。这点事情跟家属解释清楚不就行了吗？杨主任，是这样，这病人是陆晨曦收的，说是要做根治手术，让转上来。那现在这小王大夫又要给我推回急诊来，你说我这……主任，是这样的，那陆大夫收的病人，我去谈了
签字。可家属一听说可能有并发症，就问得花多少钱，我就跟他们大概说了一下，结果他们就不肯签字了，说是要回老家的医院做，说他们那儿的保险能报销。但主任，这手术可不简单呀，我哪敢让他们随便出院？当然得退回急诊去了。你走。杨主任，这病人不签字也不肯走，也不能退回急诊来啊！这一大清早上，我这急诊楼道全是留观的，病患密度这么大，那病人病情又这么严重，那万一感染了怎么办呢？你说，那这就没办法了。国家规定了，急诊不能拒收。他情况不稳定，现在又不肯走，当然得退回去了。吵什么？吵能解决问题吗？吵能解决问题。是陆晨曦同意病人入院手术的吗？哎，对，陆大夫说的。他没有敲定签字吗？陆大夫上午有手术，他在急诊跟病人口头敲定过以后，就去手术室了。那我们也没办法呀。好，我过去看看。哦。像咱们这种大医院，就是麻烦套着麻烦。这病区的主管如果得力的话，大麻烦能化成小麻烦。胸外医病区的这个陆晨曦啊，是没麻烦也能给你惹出麻烦来。病人基本情况：病人赵伟刚因咽下哽咽感、胸后闷痛感入院，经断层扫描和 X 线钡餐，诊断为食管癌。病史3年前胃溃疡、穿孔，进行修补术。2年前诊断为糖耐量异常，口服降糖灵控制良好。中度高血压，口服利血平至1周前，控制良好。入院后生命体征。我只在接诊的时候问过病人的大病历。昨天不是我的班，我轮急诊，可能。这台手术你不用跟了，回去背病历吧。上手术台之前，病人的检查、病历、重要生命体征必须了解清楚。这个习惯要从实习生开始养成。哦，知道了。对不起，陆老师。如果实习的时候没有养成这个习惯，那么就要从住院医开始，直到主治、副高、正高，只要拿得起手术刀，就必须这么做。知道了，陆老师。这个病人的肿瘤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恶性的，我们开始吧。陆老师，今天不用胸腔镜微创手术切除，就是因为这个5.4的肿瘤过大吗？肿瘤已经侵犯气管，用胸腔镜视野不好，很难做彻底。再说微创是为了避免肋间神经损伤，减少术后胸痛，但是对于恶性和中晚期肿瘤患者，尤其是高龄患者来说，防止复发、延长寿命才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。哦。开始吧。酒精杀。刀。我在急诊那边交了5000块钱押金了，这一说手术又要交钱，说那5000块钱做检查、抢救什么的没剩多少了。行，
说是要手术啊，一下能治好，我也认了。可刚才大夫跟我说什么这个并什么症？并发症啊，对，并发症。你父亲肺功能比较差，胸腔粘连情况很严重，有漏。这种情况手术的难度很大，术后的并发症可能性也很大。那这个并发症又得交钱是吧？你们这儿啊，可比我们医院贵的太多了。确实是。这个我听说你们这种情况，在我们医院治疗，报销有困难。对呀，我说了，我说回去做这个手术，但那个医生又跟我说我们那种地儿做不了这个手术，是真的吗？不会吧？你说的有道理，确实也没有那么绝对，就是个几率嘛。在我们这儿做好的可能性更大一些。可能性大？哎，您的意思就是说我花了这么多钱把手术做了，还不一定能保命是吧？哎呀，这个在哪儿可都没有办法给你做这个保证啊。手术不做了，不做了。这手术我们在哪儿都不做了。既然手术治不好病，那我们就吃药治疗呗。反正我爸现在也不吐血了，等他好一点我们就出院，出院回家养着去。好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宋病理，应该清扫淋巴结。我爸淋巴结已经转移了。发生失颤了，术中失颤。给的什么药？肾上腺素1毫克，利多卡因100毫克。再给一次利多卡因。好的。一个大卡血的根治性手术，在一个县医院能成功完成的可能性有多大？这个手术，当然在咱们这儿做是最合适了。但不管患者是不愿意花钱，还是怕承担手术风险不愿意签字，我们都应该尊重患者的意愿。这个首诊大夫的交流方式有很大的问题。第一时间没跟患者解释清楚病情的凶险，大包大揽就是一句话：手术。这就算签了字啊，如果病情出现了变化，病人完全可以说你是大夫，你没跟我说清楚，到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？哎呀，现在医患关系既敏感又紧张，陆晨曦这么做简直就是给科室留隐患，你说呢？我可以看一下这个病历吗？可以啊。